见到李长寿驾云飞过众弟子头顶，与他一同落在场中，这位女弟子顿时花容失色。李长寿继续按照自己此前的计划，这一场不会施展土遁，不会用狼牙棒，用符阵逼对方认输也就是了。但是让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两位门内执事向前检查两个人手中的玉简，而后退去场边。一位执事刚抬手示意斗法开始，那位女弟子就后退2步，目光满是警惕地看着李长寿。李长寿努力露出平和的微笑，两只袖口飞出了一些符箓，依然是72之数。这熟悉的开场套路啊！我认输。李长寿的动作戛然而止，那女弟子面露悲愤，咬牙切齿，目中满是不甘，仿佛遭受了巨大的羞辱。3个字说完，这女弟子扭头就飞走，背影是那般的决然。我做什么了我？一时之间，周遭看向李长寿的目光大多都是无奈和谴责，还有一丢丢的畏惧，仿佛刚才他真的欺负了那女弟子一般。摇摇头，李长寿驾云飞回自己的位置，略微有些郁闷地盘腿入座。哎呀，今天这场还真是莫名其妙。然而不只是第2日这一场，第3日第3轮，李长寿中午出场，对手是一位排名前100的门内优秀弟子，修为也到了反虚境9阶。此人面对李长寿之前，目光中就有浓浓的忌惮，不断的掐指推算，似乎是想用自己微薄的推算功力立刻找出应对土遁外加狼牙棒的策略。这一次不等门内执事向前，这名弟子长长一叹，这套术法我解不开。唉。言罢，此人对李长寿做个道揖，转身朝着人群飞去。小琼峰弟子李长寿胜。没关系，后面还有7场呢，足够自己挽回名声了。虽然此时在用风雨咒时听到的都是一些小琼峰那个狠人已经吓退2个对手了，不退没办法，他的土遁和狼牙棒是无解的，据说那狼牙棒还是仙宝，专破护体仙光。唉，没想到这次会有这般出其不意的强者。此前咱们都低估了小琼峰这狠人，明日若是咱们遇上该怎么办？认输吧，反正还有这么多场，于是不可能倒霉的。第4日，昨天熟悉的面容再次出现在李长寿面前，只是时间从中午换成了下午。不等门内执事向前，李长寿立刻道：这位师弟，咱们不如正面。为什么又会是师兄？这人面露无奈，仰头长叹，时也命也，我终究还是破解不了你的术法。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事是做不到的，这是师父告诉我的道理。做人何必如此勉强自己，修道求的就是自在2字。师兄，我认输了。言罢，此人面容灰暗，转身飞出场地。那背影之萧瑟，仿佛有一缕熟悉的弦乐在奏响。李长寿只能嘴角抽搐几下，看着自己玉简之上的第4个格子亮起，面无表情地飞回自己的座位。风雨咒听到的话语声清一色都是在那儿感慨，真狠啊，这位师弟都被逼疯了快。也是这师弟倒霉，不过第3次。莫说这话，说顺了就麻烦了。李长寿的嘴角微微抽搐，一旁的灵娥有些欲言又止，但是很快就被九九给拉着，叮嘱他明日出场时的对战技巧。灵娥4战3胜1负，此前输给了一位排名72位的师姐，自身修为依然没有完全暴露。第5日，李长寿现在所面临的名声困境终于迎来了转机。他要迎战的是如今门内排名第6都灵峰的仙苗刘思哲。哎呀，
呀，总算是可以光明正大势均力敌的一战了。李长寿这个在此前大劫之中渡邪门隐藏守护者，竟然也有了一丝丝的激动。刘师弟，李长寿朗声，今日你我全力以赴，光明正大一战，如何？刘思哲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正色道：今日定会领教李师兄的术法，思哲自不会如他人那般不战而退，且思哲也做了些准备。李长寿心底松了一口气，一时间竟然也是感慨横生。看看什么是仙苗，这才是仙苗啊！自信从容又有风度，能够很好的展现当代渡邪门弟子的精神面貌，给师门长脸呐，真长脸。身为这种仙苗的同门，李长寿的心底不由有些小骄傲。就见两位门内执事例行公事，向前查看二人手中的玉简。刘思哲拿出了几样宝物，身为都灵峰仙苗，刘思哲自然不缺这些，尤其是他还有一件仙宝级别的甲胄。拿出之后，他略微犹豫了一下，将甲胄给解开，困在了自己腰部之下，包裹住了自己的弱点区域。想了想，刘思哲似乎还觉得有些不妥，又拿出了一件宝衣，不放心的再加固了一番。做完了这些，刘思哲握住一把长剑，对着李长寿微微一笑：师兄，请赐教。李长寿满脸的黑线。一场中规中矩的归道性炼气师大战，一场风云掠动的仙苗之争。当那把剑距离李长寿的脖子还有半寸，已经耗尽法力的李长寿颓然丢下了手中的狼牙棒，叹道：哎，我输了。而在他面前，此时已经是浑身气息乱颤的都灵峰仙苗刘思哲，目光中难免流露着一丝惋惜。险胜啊，真的是险胜啊！惜败，那纯粹是李长寿的演技还算过关。刘思哲收回长剑，有些欲言又止。师兄，你为何不用土遁？李长寿看脸刘思哲腰身之下那散发着浓郁宝光的甲胄和宝衣，苦笑道：师弟已经有了万全之应对，何必有此一问？刘思哲面入恍然，心底虽然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但是一时之间却觉得李长寿所言十分有道理。当下不等刘思哲反应过来，李长寿轻轻叹了一口气，对着刘思哲拱拱手，驾云朝着自己的座位而去。为了符合此时自己法力耗尽的状况，李长寿脚下的白云都变得稀薄了一些，飞在路上都不忘抬手吃一颗恢复法力的劣质仙丹。周遭一道道目光看来，已经少了许多之前的忌惮畏惧，多了些许敬重和赞叹。李长寿心底暗自计较，这场对决应该能够弥补一下前几次意外造成的狠恶形象吧。虽然留下这种印象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总归正面一些的形象也有利于自己在渡仙门继续生存。李师兄，刘思哲突然在后面喊了一声：你的狼牙棒！李长寿略微扭头，含笑回了一句：啊，这法器就送给师弟做纪念了。刘思哲神色一动，低头看着地上那杆仙兵，心底泛起了少许波澜。但刘思哲刚要俯身将这狼牙棒握住，狼牙棒却自行飞走了，落在了一旁两只白嫩的小手中。大名鼎鼎的九字九仙之99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一旁，在那儿笑着道了句：长寿师侄刚才忘了，这杆宝贝本师叔早就预定了。抱歉了刘师侄。言罢，99挥挥手，驾云
飘向了李长寿和林娥的身旁。刘思哲对着九九的背影做了一个道揖，因一旁门内执事催促离场，略带满足地低头离开了。真是一场令人回味无穷的大战啊。走了2步，刘思哲突然回过神来，土遁和狼牙棒痛击弱点部位，有什么直接联系啊？看小师叔将这杆被自己故意扔掉的狼牙棒带回来，李长寿也有些哭笑不得。师叔，这不过是一件法器。九九瞪了他一眼，凶巴巴的道了句：本师叔就喜欢它，不行吗？哦，真是的，你不想要了，也问问本师叔小灵娥要不要用啊？这东西虽然威力不怎么样，但造型别致，看着吓人，扛在肩上那就是一种威慑力。一旁的灵娥掩口轻笑，本想说什么，又怕说漏了什么，也就只是笑而不语。这种物件师兄当年做了很多，他也有2、3只造型吓人，但是实际上没什么威力的法器。没办法，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李长寿还没有精力去琢磨炼器之法。现如今，李长寿如果再做一只狼牙棒，那肯定要发挥狼牙棒这种兵刃的特性，增加一些地煞浊气污护体仙光、高频震动破护体法宝的小设计。推销这种狼牙棒的广告，李长寿都想好了，画面就是熊寨最强壮的壮汉扛着狼牙棒，挑一挑粗粗的眉毛，用温柔的粗嗓说一句：斗法时狼牙棒和天灵盖更配哟。效果肯定不错。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心底的玩笑，狼牙棒也不过是略带恶作剧性质的法器。李长寿现在如果火力全开斗法，有毒丹，有微型阵法，有足以发挥出自己完全修为的神通。除此之外，还有三昧真言与雷法，以及诸多尚未显露出的底牌。上一次大战血纹傀儡时，他还得了一把灵宝长剑，威力不凡。那只避毒宝珠，李长寿自然也笑纳了。善毒者更需防毒。斗法的这些准备，只是为了在需要自己去斗法时有实力应对，而非是为了主动去找人斗法。稳稳地在山中修行，最好全世界只有天道老爷记得他的存在，才是李长寿矢志不渝的追求。没办法，洪荒的天花板实在是太高了，长生不老都只是踏上成为高手的第一步。哪怕是成为了所谓的高手，大劫之下不懂躲避灾祸，也都是化作飞灰。现在只有功德金身、先天灵宝才能够勉强温暖李长寿这颗无助孤苦的心灵，给他一丢丢珍贵的安全感。小师叔在那儿拿着狼牙棒不断的凹造型，灵娥在旁边不断的小声评说。李长寿维持着风雨咒，监听各处，嘴角露出了少许欣慰的笑意。门内的舆论风向已经开始变化了，自己落败这一场，让那团笼罩在众同门后臀部的阴影悄然消散了一大半。接下来只要不遇到罢了，这话也不是能够轻易去想的，稍后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李长寿通过风雨咒偶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动静，先是一扫，嘴角也略微有些抽搐。山坡河谷各处有几个弟子根据李长寿和刘思哲一战，开始动一些小心思，提前做一些防土遁、防土刺的应对，比如将一些宝镜状的宝物垫在身后，将一些法宝甲胄改成大裤衩儿，也算是挺有创意。比斗一场场的进行着，众弟子大多也都是竭尽全力去应对。灵娥倒是运气不错，一连5天都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靠着自己的几件仙宝轻松拿下了4胜，跟自己师兄相差不多。第6日、第7日，门内大比不断的进行，
出世的弟子们排名也渐渐明朗。李长寿自然是稳进360之数，但又输了一场的灵娥，后面5日最少需要赢下3场。灵娥对此有些微微纠结，此前有一场斗法，他若是露出了真实修为，其实是能够赢下来的。门内大比的第7个夜晚降临，九九扛着新欢狼牙棒又去渡仙殿中混吃混喝了。灵娥得了机会，小声问：师兄，最后如果进不去108，会有什么惩罚吗？李长寿扭头看着自己师妹，月光中他的脸蛋上有少许不安。我是不是对他要求太多了？他终究也只是一个几十岁的孩子呀。李长寿露出了少许微笑，传声：也就是在单房扫扫地，给为兄洗洗衣服之类的，放松打就是了。这一次门内大比，你如何开心便如何做吧。灵娥松了一口气，对李长寿做了个鬼脸。早说嘛，这几天我都在担心这个了。约法3章啊。哦。灵娥扭头看向星空，赶紧收敛表情。值得一提的是，初轮这7战，有秦玄雅几乎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甚至在对手施展出土遁时，有秦玄雅也是从容应对。一手御剑之法，以登堂入室，仙剑飞入土中，将对手轻松地破了出来。